陛下，走吧。哎，王德，老奴在。宣州太医觐见。是，陛下。什么时候，陛下也能为本宫如此失魂落魄一回，那该有多好！娘娘，咱们还去看武太妃吗？你这一晚上抓耳挠腮的，到底想跟我说什么？姐姐，姐姐舒瑞安放肆，您现在心里是不是还在怨恨陛下？他把我接回宫来，也是为了我好。人的路都是自己选的，我不怨他。那姐姐何不告诉陛下，您怀疑那杯茶有问题？说什么呢？我不想让他心里为难。有些事情自己心里知道就好。瑞安，记得明日一早请康阳公主来一趟。是。陈孝宗算是韩庆与刘询，这是近臣第3份了吧？陛下为何叹气？这些奏书，朕批得憋闷，无论大小政事，群臣的意见几乎都是一面倒。说起来是文武百官，可是声音却只有一个。朕这朝堂多半都是贞观年的旧臣，父皇在的时候，他们的进言可不是这样。陛下的难处，老奴都看在眼里。不过陛下亲政未久，凡事都再忍忍吧。等忍过这些年，陛下的天地必会越来越广。那个时候，你的意思是，等他们都老死了吗？哎呦，陛下又头疼了。哎呀，老奴就说，不如宣太医来看看吧。啊，没事。启禀陛下，长孙大人求见。那，宣。是。宣。这立正殿花园，想必是花了姐姐不少心思吧？可真是姹紫嫣红啊！今儿个是什么日子啊？淑妃妹妹竟然有空来本宫这立正殿拜访，想必除了夸赞花卉之外，
还有别的话要说吧？妹妹前来叨扰姐姐，主要是为了一个人。谁呀？武媚娘。不知舅舅有何事要奏？陛下，老臣今日来此，是想与陛下商议一下武太妃的去留。先帝龙嗣流产，的确是件憾事。可依照朝廷的规制，武太妃既然流产，便再无任何理由久居宫中。不知陛下准备何时将武太妃送回感业寺呢？自朕登基以来，舅舅便一直事必躬亲，尽心扶持，未免太辛苦了。其实这等小事，自然会有宫中的礼官好好安排，真的无需舅舅如此操心。陛下，礼教和伦常乃是一个朝代立足之根本，凡是与之相关的事情，绝无小事。老臣之所以如此担心，也是为了不辜负先帝的嘱托，不负陛下的信任。相信陛下也不愿意因为老臣的一丝疏忽而辜负了先帝吧？当然，只是武太妃的身体尚未痊愈，理应在宫里调养一段时间，再回感业寺。就依陛下圣意。既然武太妃是小产，想来休养1个月足矣。那陛下，不如1月之后恭送武太妃回感业寺。朕倒是觉得1个月未免短了一些。陛下，以武太妃现在的身份，她就是皇宫的一个过客，早1天和晚1天没多大的区别。老臣说一句不该说的话，陛下想要留武太妃在宫中，所念及的无非是儿时的故交之谊。可是陛下，武太妃已然流产，这个皇宫可是她的伤心之地，难道她真的就那么愿意留在这儿吗？好，1个月后送武媚娘回感业寺。媚娘，高阳，我需要你的帮忙。你是想离开皇宫吧？你放心吧，我会为你打点好一切，帮你永远脱离这个是非漩涡。至于九哥那边，你也不用担心，他一定会同意你离开的。
媚娘，你终于开始考虑自己的将来，肯让人帮你，我也就放心了。我知道这个孩子对你有多重要，失去他的痛苦，我可以理解，但是根本无法想象那天看你刚醒来的样子。我真的怕你会想不开。我不会寻死，也不会离开，我要留下来。什么？这个孩子，他是我的一切。杀死他的人不是吕父，凶手另有其人。不管是谁，他毁掉了我最真实的一切。我武媚娘必将千倍百倍的让他偿还回来。高阳，在这个宫里，我唯一能信任的人只有你。你愿意帮我吗？媚娘，难道你连九哥也不愿意信任了吗？我信的，只是杀死孩子的人，若非辅佐他的大臣，便是他后宫的女子。我不想让陛下为难，也不愿意接受他的束缚，所以报仇之事要绕开陛下进行，不能让他知晓。好，我一定帮你留下来。妹妹说武媚娘会成为你我的心腹之患，这话未免言过其实了吧？不过是一个失了孩子的可怜人，且马上便要送出皇宫，送回感业寺。这样一个人，威胁何在啊？姐姐认为这武媚娘小产之后，便对自己没了威胁。难道不是吗？大错特错。起初妹妹也以为这武媚娘是凭借自己怀了身孕，才回到宫中。那么这个孩子，就是她在宫中安身立命的最大倚仗，自当要好好维护。可就在昨夜，妹妹突然想通了，若是此女子存心想蛊惑陛下，那么这个孩子就将成为她跟陛下之间最大的障碍。你的意思是，这次小产既是她自己？姐姐可知道贞观年间这武媚娘在宫中的所作所为？听闻当时宫中的4位皇妃，倒有德妃、淑妃、贵妃3人的死，都跟这武媚娘有关。而敢跟她争宠的女子，如郑婉言、萧强、徐慧3人，也无一人能得善终。若非当时先帝驾崩的连番变故，恐怕此女子早就成为我等都需要跪拜的太后了。以她的行事风格，完全有可能牺牲掉自己的亲生骨肉，以此来获得永远待在陛下身边的机会。可是依宫中的规矩，规矩是人定的，只要她获得了陛下的心，总有办法。你不过也是一番揣测，更何况你又何苦来告诉本宫这些呢？对，我没有证据，只是想来给姐姐提个醒。姐姐向来与人为善，若是被人利用了，岂不是与虎谋皮？本宫还真是多谢淑妃妹妹费心了。秀珠，送客。反正该说的妹妹今天都已经说了，也算是不虚此行。
至于信不信，就全由得姐姐自己了。那武媚娘居心叵测，你又安得哪门子好心？媚娘，陛下，夜已深了，还是请陛下回去休息吧。媚娘，媚娘，我知道那一夜仿佛是场梦，我告诉自己该醒了，可我不愿意醒来。我知道。你失去这个孩子是多么的痛苦，可是我的痛苦，你又何尝而知？为了你，我可以豁出一切，性命、江山我都可以不要，只要你能开心、幸福。可是我如今，就算贵为95之尊，却可怜的连爱你的资格和身份都没有。智诺，你别说了，别说。媚娘，你听我说。自从你我在宴庭相遇之时起，你便是我全部的情感。时至今日，从来都没变过。媚娘，我的心，你可以假装不知，但是你不可以否认它的存在，哪怕它在你眼里一直轻如微尘。智诺，你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智诺了。现如今你是陛下，是大唐的帝王。有些事曾经是我错了，到了现在，不能一错再错。媚娘，我不想失去你。媚娘，我不想失去你。我不想失去你。九哥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我们好不容易把媚娘接回来，你为什么那么轻易就答应长孙救父，1个月之后把她送回去？
九哥。但是今天，就有3位大人行文上奏，说要是媚娘继续居于宫中，与礼不合，舅舅更亲赴御书房，与朕谈起此事。那又怎样？当年，他们还跪在甘露殿外，求父皇杀了媚娘呢。父皇是怎么做的？九哥，你是天子啊，你为何要怕那些大臣？前一阵子，你贬褚遂良杀鲁世宁，说服长孙救父，将三哥留在长安的气魄到哪儿去了？朕从来没有怕。便是当初在感业寺外，朕曾经发过誓，要是媚娘真的愿意回到宫里，就算所有大臣反对，就算与全天下为敌，我都要竭尽所能带她回宫。可如今这皇宫后庭，对于媚娘而言，只是让她伤心、绝望的所在。我又何必要勉强她呢？九哥，你错了。媚娘如今最大的心愿，就是能留在这宫中啊。不可能。他已经认定，自己最后喝的那杯茶中，被人动了手脚。他要留在这宫中，找到凶手，为他的孩子报仇。报仇？没错。起码，心里有个报仇的信念支撑着，可以让媚娘活下去。总而言之，他现在面前有2条路：要么他就留在这宫里，找到凶手，为孩子报仇；要么他就得回感业寺。你猜，他若是报仇无望，他会怎么做？好，朕可以允许他留在宫中，动用宫中的人力物力调查此案。可是这一切须得在暗中进行，还有，不要让他知道朕已默许此事。高阳明白，只是你可想到什么方法，能让媚娘在1个月后不必回到感业寺呢？容朕再想想。其实，我倒是有一个想法，也许是唯一的办法。说。让媚娘成为你后宫嫔妃之一，你婕妤、昭仪，甚至是皇后。只要她成为你的女人，她当然要留在这宫里。你简直疯了！你荒唐！难道跟媚娘在一起，得到她，不是九哥一直以来最大的梦想吗？
不是，朕从来对媚娘绝无这些非分的念头。哦，是吗？九哥啊，其实这是媚娘的机会，也是九哥你的机会啊！既救了她，又成全了自己。要么就让她留在这宫里，一辈子也不离开；要么就得让她回到感业寺，自生自灭。如何取舍，就看九哥你了。成为朕的皇后。臣妾拜见陛下，不知陛下今夜来历正殿，所谓何事啊？起来吧。朕今日来，政务繁忙，确实有些冷落你了。今天朕来，没有别的，只想好好陪陪你。陛下。这凤簪确实与你般配。大理寺追查你小产一事的所有卷宗记录，我都帮你弄来了。你看了也有20余日了，可找到什么线索没有？这上面记录了我小产之前接触过的所有药物和膳食，连衣裙、首饰、胭脂都拿去验过，皆是无害的。还包括那杯茶，里边也只是多放了芍药和甘草。我甚至循着相生相克之道，在药典里面去找与此二物相克的东西。可是我那段日子从未接触过。也许你小产真的只是意外，就是因为之前那盒红麝青鹅。不，我自己身体的感觉不会错。也许是大理寺漏掉了什么，一定是那杯茶。那杯茶一定有问题。媚娘，媚娘，你已经好几天没有合眼了，去睡一会儿吧。我没事。我还能在宫中待多久？已经有大臣上奏，说既然你已经没有身孕，理应离开皇宫，回到感业寺。不过九哥以你身体还没有调好为由，挡回去了。这段时间你就放心吧。好，那就好。这王皇后还真是够大方，这金蚕丝织就的帝女花
却非凡品啊！你看，这织线都是用最复杂的念八则织法织成，配色和裁尾也都分明得很。最别致的呀是这织料，在瓷锦面前站久了，居然还能闻到一股清香。这难道是金蚕丝的味道？你是说有一股清香？是啊。媚娘，怎么了？奇怪，这金蚕丝本该无味，这股香气淡淡的，若有若无。高阳，若不是你提醒我，我从未注意过。想来应该是加了些香料吧。时辰不早了，我得回防府了。若是有什么事，随时派人来找我。瑞安，娘娘有何吩咐？将这幅帝女花织锦裁下一块，给周太医送去，请他看看这上面的金蚕丝，可有何与众不同之处？是。确实如太妃所推测，微臣验过这片织锦上的金蚕丝，确实不简单呐。每一根上面都浸染了无花。无花本身是活血的药物，单用无害，但却与甘草相克。所谓甘草克无花，两者混在一起，便可产生巨大的毒性。我正是因为长期嗅闻无花，再加之喝下的那杯甘草茶，才导致血崩滑胎的。我说的对吗，周太医？不知这片织锦，太妃从何而来？自得悉你要回宫时起，本宫特令人以金蚕丝绣此帝女花之图，今日方告宫城，还望太妃笑纳。这件事情，太医已无需再过问了。还有，这金蚕丝上被浸染过无花一事，也请太医不要再对任何人提起。可是，周太医，你在宫里这么多年，自当明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明哲保身方是上策。难道周太医愿意为了一个小小才人出身的太妃，去得罪整个关陇门阀吗？臣不敢，微臣多谢太妃提醒，日后自当绝口不提此事。有劳太医了。今日已足1个月了，陛下依然未让武媚娘重回感业寺。重儿，明日一早卯时，召集关陇一系4品以上官员，汇聚甘露殿外，与为父一起参奏，请陛下遣武媚娘重回感业寺。是。父亲大人，后庭事务
以皇后为尊。皇后前几日曾来信说，若要将武媚娘驱逐出皇宫，她也可以尽绵薄之力。她可以率后宫嫔妃上奏陛下，武媚娘目无尊卑，扰乱后宫。好啊，让她一同来。是。娘娘，皇后亲笔信。是吗？启奏于甘露殿外，驱逐武媚娘离开。听起来倒也有趣。媚娘，你找我？高阳，杀害我孩子的凶手，我已经找到了。谁？就是这王皇后。她在这幅帝女画上动了手脚，用与甘草相克之物浸染了金蚕丝。这孩子便是这样消产的。啊！这织锦有毒啊！那咱们快把它撤下来。只要不与甘草混合就没事。我要把它留下来，就摆在这里。每天一醒来，便能看到此物。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？或许我们可以禀报九哥。这王皇后家族势力在朝中日益庞大，她的父亲王仁又是魏国公，其舅父是兵部尚书，更何况她背后还站着长孙无忌。陛下现在刚刚登基，地位尚未稳固，他或许可以冷淡皇后，但是绝对不能贸贸然的怀疑和处置她。我说过了，这是我自己的私事，我要自己处理，不该为难陛下。高阳，这王皇后在后宫里最珍视的东西是什么？她就是那种所谓的出身世家宗族的名门闺秀，为人无趣的很。若说她在这世上最在乎的，莫过于九哥，还有他的后位了。媚娘，你若是能把九哥抢过来，才夺了王玉燕的皇后之位，当真可让他生不如死。高阳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怎么还在这说笑呢？我没说笑。我刚才已经得到消息，长孙无忌明早会率群臣齐奏于甘露殿外，向九哥施压，要逼他将你遣回感业寺。媚娘，九哥从小就听你的话，只要你开口，他愿意为你做任何事。你可以求他帮你，册封你一个封号，婕妤、昭仪，什么都好。总之，你无需真的做他的御妻，只要有个身份留在这宫中即可。不行，这不可能。为什么？我做不到。不这么做，你明天便会被遣回感业寺的。你难道不想留在这宫中为孩子报仇了？我想报仇，可是我不爱指怒。
媚娘，我知道你爱着父皇，绝不肯背叛他。但是，你只需要嫁给九哥，并不需要真的爱上他。你只需要一个身份，你的爱还是父皇的。只要你愿意，你永远只属于他一个人。别说了，高阳，别说了。我做不到。